你又知不知道，我一直在骗你？骗就骗吧，就像飞蛾一样，明知道会受伤，还是会扑到火上。Hello， 大家好，我是 AD， 欢迎收看 ADI 理财。影片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看完影片之后，请在底下留言。2022年4月5号，在柬埔寨警方、大马驻柬埔寨大使馆、国际刑警组织以及东盟刑警组织的合作之下，成功的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省救出了16名被诱拐至柬埔寨从事网络诈骗活动的大马人。根据新闻的报道，获救的16个大马人，其中12个已经在4月12号回到大马，另外4个由于确诊冠病，留在金边隔离，也在4月20号安全的回到我国了。庆幸的是，这一群在社交媒体因为误信海外高薪招聘的广告被卖到柬埔寨的16个大马人，几经波折的被救出来了，要不然留在诈骗集团手上，后果恐怕是凶多吉少。根据大马警方的文告指出，这16名受害者是因为在脸书上看到高薪招聘客服人员的广告而受骗，受害者的年龄介于19岁至43岁，其中1名是女性。文告还指出，受害者到柬埔寨才惊觉受骗，工作的内容是进行线上赌博、电话诈骗、投资诈骗、挖比特币等等，与之前面试的工作内容完全不相符，又因为证件护照被没收，行动受限而无法逃离该地。一些受害的青年表示，当初看到的广告高薪厚职，加上当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失去了工作，才会被这些广告所吸引。本来可以以为到国外去淘金，到头来却是噩梦一场。受害者当中更有一些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去之前还调查过这些公司的背景以及收集相关的资料，可是最终还是堕入诈骗集团所设下的圈套。这些刊登在脸书上面的广告详细的列出了每个月的薪水马币7000块，每天工作8小时，1个星期休息1天，有年假和病假，期满留任的还有额外津贴，条件非常优渥。但是去到了柬埔寨之后，整个剧情大逆转，所有的人都被困在大楼里面，3餐吃的是动物的内脏，偶尔加菜就附送辣椒炒蛋和紫菜汤，业绩不好的还会被毒打和强迫加班，行动电话被限制使用甚至没收，不服从命令的就被关进小黑房。看到这种利用民众脆弱的心理素质将他们诈骗到异地淘金的一个新闻，觉得十分心酸。实际上，诈骗活动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是无所不在，身为一般老百姓的我们，究竟要如何防范，避免落入歹徒设下的圈套呢？我有几个个人的意见让大家参考。第一，便宜莫贪。闽南人有一句谚语说，贪家塞就老，贪补平就搞。贪吃的人容易泻肚子，贪图富贵的最终下场就是穷困潦倒。诈骗集团利用老百姓贪小便宜的心态，设局让受害人一步步走向陷阱，便宜莫贪才能避过诈骗。第二，提高意识。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常会说，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实力，但我觉得也不要太高估自己的魅力。比如这一次的案例，丰厚的薪水和优渥的生活条件，通常就会要求相对等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这些工作机会都是竞争激烈、僧多粥少的，有意到国外工作的人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毕竟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第三，找人商量。接到任何可疑的电话或者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建议必须要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再三的商量，集合大家的意见，说不定可以找出其中的猫腻。第四，换位思考，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当你接到一个银行打来的电话、海关或者警察传来的讯息，请换位思考，主动找相关的银行，或者直接去警察局确认，让真实的单位来帮助我们确认其中的合理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第一时间恐怕也会惊慌失措。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把遇到的状况找身边认识的人来商量，千万不能害怕。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尤其是自媒体发达的年代，
舆论总是对那些加害者很宽容，反而对那些受害者极其的苛刻。你一定在社交媒体上面看过类似的留言，网民对那些遭遇诈骗的人都是说成他们愚蠢、贪婪、犯贱，这种冒犯的语言在全世界各地都一样。一般人被金融诈骗就说他们愚蠢贪财，这么简单的骗局也会上当。男人被设局仙人跳就说他们好色下流，永远都只用下半身来思考。女人陷入爱情包裹就会说他们天真浪漫，爱慕虚荣，结果却人财两失。退休者被电话诈骗就说他们不甘寂寞，退休了为什么不安分守己？普罗大众在看待这一类诈骗新闻的时候，更是以上帝的视角来审判受害者。这么简单的骗局也会上当吗？没看新闻也有看电视吧？没看电视也应该刷一刷脸书啊。这样的话很容易说出口，但是对受害者来说已经是2度伤害。大家不要忘了，实际上聪明的人也会上当。许多的受害者甚至具备了高学历，智商绝对不低，因为骗子所在乎的并不是你聪不聪明，智商高不高，而是在乎你对他的信任。信任是人类的本质，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都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骗子利用的正是这种人类最根本的特质来进行诈骗。根据研究显示，骗子一般上既不聪明，心理素质也不强大，他们有的只是单纯的坏而狠。所以为了让更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对抗诈骗集团，我们应该有以下的人格素养。第一，受谴责的应该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前面说过，不要以为只有傻子才会被骗，再聪明的人也有被诈骗的可能。往往骗子未必比我们聪明，而是他们更懂得利用舆论的力量和被隐蔽的信息来造成自己的利多。所以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社会环境里的信息透明度，越透明，骗子越难下手。第二，不要用键盘对受害者判定社会性死亡。网络酸民在社交网络上肆无忌惮地公开羞辱受害者。女生如果被骗，有多少人敢出来面对舆论的压力和言语的暴力呢？同样的，男生如果在网络上遇到裸聊诈骗，也不敢报警，除了怕家人知道，更害怕被贴上好色下流的标签。我们应该了解事情真相之前，应该用同理心与受害者站在一起。第三，鼓励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面对诈骗案。我们必须承认，贪财好色都是人类的共性，而骗子就是利用这一些人性的弱点来予取予求。骗子之所以不容易被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部分的受害者都不敢站出来，导致执法机关也爱莫能助。受害者不敢站出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害怕骗子的报复，更大的其实就是害怕其他人知道了，转而责怪他们的自作自受。骗子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古老的职业，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无所不在，不可能被完全的消除。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骗者。当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永远不可能会被骗的时候，骗子就会利用你的骄傲自大，或者从你的心理防线最脆弱的地方下手。俗话说，不怕被贼偷，就怕贼想念。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以后万一有遇到疑似诈骗事件的时候，记得先冷静分析，再想一想今天讨论的防范重点，果断的拒绝骗局，让诈骗集团无从下手。我们下次见，拜拜。